大家好，欢迎回到乐道白皮书。美以联合打击伊朗的战事呢，已经快10天了。那么布伦特原油价格呢，今天也突破了每桶$100这个大关。那么同样 WTI 呢，也同样是超过了$100。那么这也是自2022年的俄乌战争以来，国际油价呢首次重返了3位数这个档口。那么在过去这些天里呢，美油的累计涨幅超过了36%，布伦特的涨幅呢也超过了28%。那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油轮通行几乎是完全停滞的，也就是说，全球约20%以上的石油能源供应呢，就这么活生生的被物理性的中断了。那么大国博弈啊，地缘政治的这些危机呢，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重点。我们今天想谈一谈这件事情对加拿大来说意味着什么。是网上也有很多的分析啊，铺天盖地的几乎都是众口一词，就是说这件事情当中，加拿大啊可以说是一个赢家。理由很简单嘛，直截了当，因为油价暴涨，而加拿大又是产油大国。那么中东乱成一锅粥，那加拿大的这个油沙呢是深埋在阿尔伯塔的内陆，又安全又稳定。那么加拿大作为一个可靠的、稳定的能源合作伙伴的身份呢，这个含金量呢是更加的凸显出来了。但如果您也只看到这一层啊，那今天这个节目您还真就非看不可，因为我会说一些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呢？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过去10天这个时间里边，加拿大总理卡尼那一系列令人困惑、自相矛盾，甚至可以用诡异来形容的几番公开表态，您就可能会觉得跟我一样脊背开始发凉了。好，那咱们按照时间线索呢，我们把它拆解一下啊。2月28号，就是这个伊朗战事爆发当天呢，卡尼在印度孟买发表声明，他措辞很明确，说加拿大支持美国行动，因为伊朗是中东动荡和恐怖的首要根源，那必须要阻止他获得核武器。这个态度是清晰的，立场是坚定的，几乎没有任何犹豫。要知道，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候呢，加拿大是顶住了华盛顿的巨大压力，是拒绝站队的。那到今天，这个事情也被视为是加拿大外交独立性的标志时刻。但是这一回不一样了，卡尼在24小时之内就迅速的选择站在了特朗普身边。但是仅3天之后情况不一样了。3月3号呢，卡尼在澳大利亚悉尼在发表这个演讲的时候，口风开始变了。那么他说加拿大的这个支持呢，但是伴随着遗憾。他指出呢，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呢是国际秩序失败的又一个极端案例，并且呢第一次公开强调说，美国事先并没有知会加拿大和其他盟友，也没有征求过加拿大对这个事情的意见。那么加拿大呢是不会参与进攻性的行动甚至他还指出说，那么美国以色列这个行动呢是有悖于国际法的。CBC 的报道呢还显示，卡尼呢在这个演讲当中还加了一句此前的声明当中没有的一个措辞，他说加拿大要重申国际法是可以约束所有交战方的。那更耐人寻味的是，3月5号在堪培拉，在跟澳大利亚总理在这个召开联合记者会的时候呢，卡尼被记者追问加拿大是否有可能军事介入，他的回答呢让在场的记者们都愣了一下。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没法断然排除参与的可能性，我们会支持我们的盟友。各位，咱们可以仔细品味一下这3次表态之间的张力第1天坚定支持，第5天表示遗憾，质疑这个行动的合法性，那么强调加拿大呢没有被知会就我完全不知情。那么到了第7天呢，又突然表态说，我们不排除军事参与支持盟友的可能。你看，一个曾经掌管过2个国家央行的这样的政治精英他的辞令之精炼严密呢，是咱们有目共睹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卡尼，在10天之内说出了如此自相矛盾的话呢，只有2种可能：要么他失控了，要么他是在极其有限的空间里呢，同时向多个方向发出信号。那么我呢，倾向于后者这种判断。他等于首先呢是要对美国说我站在你这边，但是呢我不是你的附庸。同时他也在对国内反战的自由党左翼说我知道这个与国际法不符，我也说了，表示遗憾。那么他也在同时对国际社会说，加拿大仍然是遵守规则的，但是我们要面对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而不是我们希望的样子。那么他拒绝排除军事参与那么则是在对特朗普递上一张可能颇具暧昧的一张牌，
那就是你看，如果你要是在这个7月份的谈判上给我留点空间，我也可以在另一个战场上呢做你一个有用的一个盟友。那么这样的表态呢，也引来了很多人的不满啊。加拿大前外交部长阿克斯沃西呢就公开发表评论，把卡尼的表态和2003年加拿大拒绝参加伊拉克战争呢做了一个明显的对比，批评卡尼正在放弃多边主义传统。那么自由党议员呢，也在社交媒体上公开以这个党魁唱反调。他说，加拿大不能一边背书非法的单边军事行动，一边呢要求别人尊重我们的主权和独立。你看这个批评还是很犀利的。那这就有点奇怪了啊！一个总理连自己党内的这个不同看法都压不住，在10天之内呢3次调整措辞，每一次都像是在走钢丝，这绝对不是一个刚才我们讲的说是躺赢的加拿大的这个总理该有的一个状态吧。如果伊朗战争真的对加拿大是利好的，卡尼又为什么要顾左右而言他呢？那么为什么态度这么闪烁，立场显得很摇摆呢？那么在支持和保留之间反复横跳，又为了什么？我想答案肯定不在中东啊。过去这些天里呢，我梳理了从布隆伯格到 TD 证券，从加拿大议会预算办公室到阿尔伯塔的这个财务分析机构叫 ATB Financial 的一系列报告和数据。那当我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呢，我看到的可不是一场什么让加拿大可以躺赚躺赢的战争，而是一个从26年的1月份开始就分3层去编织好的一个绞索，每一层翻开，下面还有更深的一层。那么当这3层都打开以后，你就会明白卡尼那些矛盾的表态背后，其实藏着一个真的让人可以倒吸冷气的判断，就是哈梅内伊的倒台绝不是加拿大的幸事。那如果说卡尼政府现在面临着一场生死大考，也绝不为过。那接下来呢，我就一层一层的剥开给您看啊。还是那句话啊，我的看法呢，只是一家之言，也仅供您参考。那这第一层啊，必须得从26年的1月3号说起，因为那天的事儿啊，其实是整盘棋的第一步。1月3号凌晨呢，美军这个绝对决心的行动呢，突袭一夜之间就拿下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那全球的分析家呢，其实也迅速就明白了啊，委内瑞拉是拥有全球最大的以碳明石油储量，有3030亿桶啊，远超过沙特。而它的原油品种呢，跟加拿大的油砂出产的这个重油呢，在化学特性上几乎是同胞兄弟啊，这不是一个修辞啊，这是地质学的事实。加拿大油砂产出的沥青混合油的这个 API 呢，重度是在20到22，那么硫含量呢在3.5%以上。那委内瑞拉的这个奥里诺克带的原油呢 ，API 重度是10到16，硫含量呢是4%以上。这两者都属于高硫高粘度的超重质原油。那么全世界能大规模炼化这类原油的复杂炼油厂呢，集中在3个地方：美国的墨西哥湾沿岸、中国的沿海和印度。可以说，加拿大和委内瑞拉的两国的石油呢，竞争的是同一批买家，是竞争的同一批炼油厂，甚至是他们的同一条生产线。那么委内瑞拉每多卖一桶呢，加拿大就会少卖一桶，它不是互补，是一种零和博弈的关系。那在马杜罗时代呢，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委内瑞拉的石油呢受美国制裁，只能走一些所谓的影子市场，以深度的折扣呢卖给中国的这个茶壶炼厂啊，不在主流渠道跟加拿大正面竞争。但是美军接管以后呢，那么一切在24小时之内就几乎是逆转了。特朗普政府当天就向雪佛龙、康菲石油啊这些巨头们发出信号，要让他们迅速的重返委内瑞拉去修复能源基础设施。那布隆伯格的报道就说呢，雪佛龙的股价在行动以后的首个交易日暴涨了6.3%。那么市场预期呢，它的产量在18到24个月内呢会提升50%。那么1000亿美元量级的投资计划呢，也已经排上了日程。那么对于加拿大呢，市场的嗅觉同样是很灵敏的。布隆伯格在1月7号就深度报道了这一幕啊。在行动结束仅5天的时候呢，加拿大西部精选原油 WCS 和美油 WTI 的价差呢，就从不到10美元瞬间扩大到了14.4美元。那么 ATB Financial 的这个经济学家在报告当中就指出说这完全不是生产事故或者管道堵塞，而是纯粹的是预期定价所导致的。因为市场已经感觉到了，委内瑞拉的原油呢，一旦由美资运营进入到正规渠道，将直接在墨西哥湾和亚洲市场呢去取代相应的加拿大的份额。
那么 CIBC 的分析师呢也随后预测说，2026年全年加拿大西部精选原油 WCS 和美油 WTI 的平均价差，就是俗称的所谓叫贴水，就是你得让出这个折扣，那么会维持在14.25美元，你才能保持同样的竞争力。那这个差额呢就远高于2025年的11.3美元。那这是1月份的事儿哈。那么在2个月以后的今天，伊朗战火正酣，油价破百啊。短期内加拿大确实在赚钱啊，因为油砂深埋内陆，管道系统也成熟啊，又是全球少数的几个安全岛之一，那这个躺赢的这个日子还是真的很爽啊。但是呢，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呢在接受福克斯电视采访的时候呢，说了一句特别关键的一话，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中断呢要以周来计算，绝不会以月来计算。那也就是说，这个战事不会超过1个月啊，就是很快霍尔木兹海峡就会重新开放，油轮就可以重新去流通了。那么很快会重新流通这个判断呢，就需要我们把它记住了，因为它意味着支撑今天100元油价的恐慌溢价呢是临时的。那么一旦海峡在美国主导的安全框架下恢复畅通，那么油价也就必然会从恐慌的高位迅速回落。那加拿大油砂的这个高成本运营的利润支撑呢，也会随之瓦解。那咱们把委内瑞拉跟伊朗呢放在同一个画面里，就会更容易理解现在的情况啊。我们看南边，美国激活的这个重油水龙头啊，会从供应端挤压加拿大在美国市场的份额。那么从全球看呢，霍尔木兹海峡恢复畅通以后，中东石油也会从价格端呢压缩加拿大原油的利润。那么这2股力量对向夹击，但是这2个阀门的控制权呢都在白宫手里。上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一层绳索的这个结构，就是加拿大石油的稀缺性正在被系统性的消解。今天的100元油价越让人兴奋，那明天的利润萎缩就会越让人觉得刺骨了。听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会说老白，就算美国市场的份额我们这个被要下降，那卡尼不是早就在推多元化的这个战略吗？他不是跟北京啊、什么跟印度啊、什么都签了这个新的这个能源对话，都有新的能源布局了吗？每天89万桶的油再往亚洲运啊！你看鸡蛋已经分装到不同的篮子里了，怕什么呢？这个问题问得挺好，因为它的答案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绳索的第2层。多元化这个词儿听起来就很漂亮，但是呢，它成立的前提是你的产品在每一个篮子里边都能卖上价钱。那么问题也恰恰就在这里，当美国同时掌握了委内瑞拉的重油水龙头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安全阀门的时候，它获得的不仅仅是对加拿大施压的能力，而是全球石油定价权的一次根本性的回收。伊朗战争之前呢，全球石油定价存在几个独立于美国意志之外的变量啊。首先是伊朗的产能啊，第二是俄罗斯的这个出口能力，第三呢是委内瑞拉的这个所谓的影子贸易啊，它不受美国的控制。这些变量的互相牵制呢，就造成了油价实际上是在多股力量的博弈之间呢，最终被确定，而且在当中去上下浮动的。加拿大就可以凭借自己这个产品的品质、稳定性和地缘的安全性呢，在中国和印度争取到有竞争力的价格。但是现在这些独立变量呢，正在逐一消亡。伊朗的军事能力呢，正在被摧毁啊，作为独立定价力量的角色终结了。委内瑞拉呢，在1月就已经被美国收编了。俄罗斯因为乌克兰战争制裁导致石油出口是受很大限制。欧佩克的核心成员国，什么沙特、阿联酋，他们也在这场战争当中呢，重新认识到了自己对美国安全保护伞的依赖有多严重。那么接下来，他们在跟华盛顿在石油的定价上对着干的这个空间呢，也就大幅收窄了。所以，全球石油市场呢，正在从原来的多级定价向美国主导定价这个局面呢，快速在收敛。石油美元不仅仅没有被动摇呢，反而有可能会史无前例的稳固。那么这就对卡尼来说意味着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你可以把石油卖到中国、卖到印度，但是卖多少钱不再由你和买家的供需关系来决定，而是由美国对全球基准油价的影响力来决定。TD 证券在2026年初的战略简报当中呢，就白纸黑字的指出美国已经明确将委内瑞拉的石油呢作为了定义加拿大和中国贸易界限的工具，而委内瑞拉的这个重油呢被洗白之后呢，同样可以合法的卖给中国和印度的炼油厂。
因为委内瑞拉的原油呢，不仅生产成本呢要低于加拿大的油砂，而且当地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深水港呢是可以停靠 VLCC 200万桶级别的这个油轮。但是加拿大 BC 省的这个本拿比港口呢，却因为水深的限制呢，只能停靠60万桶级别的油轮，那还不敢装满啊，有时候还怕搁浅。所以虽然委内瑞拉的这个原油呢送到亚洲去，这个路稍微远一点，但它的综合成本是完全可以跟加拿大的重油去掰手腕的。那到底掰还是不掰呢？是美国来决定。那加拿大要想保住自己订单的唯一办法就是降价，说白了，那是掰疼你还是掰折你呢？是美国人说了算。所以多元化这个策略呢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如果定价权是被别人掌握，或者说你完全没有参与定价权的能力的话，那么这个多元化就可能意味着另外一件事，就是你会在更多的地方赔更多的钱。那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个更深远的变量，就是中国。我们知道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那么伊朗呢是中国供应链上的重要节点。美国和以色列打的这一仗呢，客观上是动了中国能源的安全命脉。那么我们想，中国应对的方式大概率不是被动接受由美国垄断的这个石油定价体系，而是要加速摆脱呢对传统这些化石能源的依赖，而转向去新能源、电动化、氢能等等。那么中国的这样一种可能的方向呢，也就意味着对加拿大来说，你最重要的多元化的目标市场啊，对你的核心产品这个石油的需求曲线，中长期是向下。那你看刚才说的第一层绞索呢，勒的是加拿大的市场份额，而第二层呢，勒的是我们的利润空间。你卖出去了，赚了多少也不由你说了算。而且更糟糕的是，你最大的那个备胎买家呢，也正在从根本上要减少对你产品的需求。那听到这儿，有的朋友肯定会说老白，就算石油这个生意的路将来是越来越窄了，那加拿大也不光只有石油啊，我们还有很多关键矿产，还有农产品啊，还有 AI 的这个技术优势，还有清洁能源。那卡尼的再工业化蓝图里，在这些赛道都有布局啊。是您说的没错，但是这个反驳呢，恰恰就引向了我们要聊的第三层，也是我认为最深、最致命的一层。2026年7月1号呢，美加墨贸易协议呢将会迎来强制性的这个6年审查这个当口。那但是在伊朗战争爆发以后呢，这个日期的含义呢，其实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我们说库兹马协议对加拿大来说是通往北美市场的一个入场券，因为它覆盖了加拿大60%-70%以上的出口目的地啊，就是美国。那么汽车工业、钢铁、铝材、农产品、数字服务、能源出口，几乎所有的支柱产业呢，都得在这个框架内去运行。那如果失去这个协议，或者被迫接受极端一些不利的条款，那不是一个行业受损，而是加拿大在北美经济体系当中的整体的地位呢，会发生根本性的动摇。那所以美国的贸易代表呢，也已经明确表态了，说这次审查不会是走过场啊，美方不会是盖个橡皮图章。美方的核心诉求包括有更严格的什么劳工执法，扩大美国的乳制品的准入啊，以及还有它最致命的就是要求加拿大在对华贸易关系上要进行甚至是根本性的重新定义。美国代表的这个表态呢，其实它的逻辑根基呢，就是库兹马协议的第32条第10款，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毒丸条款。任何这个美加墨贸易协定的成员国，如果与非市场经济体签署了自贸协定，那其他成员国呢有权单方面终止这个三边协议。那卡尼在1月和北京签署的经贸合作路线图啊，每年的49000辆的电动车啊，以低关税进入加拿大啊，大幅增加对华的这个农产品出口等等等等嘛，这些事情，在特朗普的眼中，那就是基本上是你在红线的边缘是反复在试探，所以他也公开威胁，如果加拿大让中国电动车成为渗透北美市场的后门，那么就要对加拿大所有的商品征收100%的惩罚性关税。但是过去呢，即使面对这种施压，加拿大手里还有一张底牌，就是你美国离不开我的石油。但是经过了1月份的委内瑞拉和2月份的这个开始的伊朗问题呢，加拿大这张牌就大幅贬值了。美国手里多了很多替代品，阀门也掌握在白宫手中。所以这个第三层绞索的这个最致命之处在于呢，它勒的不是石油单项，而是呢勒住了加拿大在北美经济体系中的整体的议价能力。那当你最重要的这个石油牌大幅贬值之后，那你在谈判桌上还靠什么能够跟美国去讨价还价呢？所以啊，谈到这儿，咱们就有必要再去总结一下啊，
在过去这2个月的时间里啊，特朗普在全球横冲直撞的同时，也顺手就给加拿大脖子上呢套上了这3根绞索。第一根是稀缺性消解，加拿大石油从战略必需品降级为了可替代商品。那第2根呢是定价权的丧失，那石油美元现在是空前的稳固，多元化贸易到处能卖不等于到处赚钱。第3根呢是加拿大的这个整体议价能力呢蒸发了很多，那7月份的这个库斯马谈判桌上呢是不容乐观的。那么加拿大很可能在北美经济体系中的这个地位呢，从不可或缺的伙伴会滑向可以随便施压的一个附庸。所以这3根绞索拧在一起，那就是活脱脱是一根追魂夺命索。那我们现在再翻过头来看卡尼这10天的这个自相矛盾的表态，我们可能就能更看得清楚。第1天坚定站队，那是在缴纳保护费啊；第5天表达遗憾呢，是给自己留退路。那到第7天说我不排除也要军事参与，那么是在向华盛顿就直接暗示了，我可以帮你的忙，还是你那个有用的盟友，但你能不能给我在7月份留点空间？所以他每一次措辞的微调呢，其实都是在这根夺命索下的挣扎和腾挪。但是更让人窒息的是时间啊，从现在到7月份已经不足4个月了，卡尼纵有全球的各种布局，恐怕也远水不解近渴。或者咱们换句更扎线的话说，可能也不夸张啊，就是哈梅内伊倒下去了，但加拿大可能也站不起来了。如果讲到这儿，这期节目就结束了，那它就真的是一个特别沉重的故事啊。但是呢，在我更深入的这个研究和分析之后呢，我发现事情并没有到绝路，而恰恰是因为有这个追魂夺命索的存在呢，一种此前从来没有过这么迫切的反制力量呢，也正在酝酿和成型之中。咱们大家要注意一个事实啊，就是美国试图用这个能源定价权要控制的对象呢，不只是加拿大。加拿大是产油国，怕的是油被压价、被替代；但中国呢是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怕的是买油价格呢完全被另一个对手说了算。印度呢是增长最快的能源需求国，怕的是工业化进程呢被一张石油账单给绑架。你看，3个主要国家有3种恐惧，但指向的是同一个根源，就是美国正在获得的那个史无前例的石油价格的单边主导权。那么在地缘政治的历史上，当一个霸权同时威胁到多个不同阵营的核心利益的时候呢，这些阵营之间即便存在再大的分歧，也会自发地寻找合作交集。那么今天的中加中印关系恰恰就处在这样一个被迫靠近的临界点上。那卡尼年初在达沃斯提出的这个中等强国联盟的概念呢，当时被很多人以为是一个外交表态。但是伊朗战争之后呢，这个概念的现实基础呢，正在迅速的硬化。我们看到至少有4条正在成型的路径。第1条就是要绕开美元定价的产销直联。加拿大是希望摆脱对美国单一市场的依赖，中国和印度呢是需要稳定的、不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供应。那么3方利益就存在一个清晰的交汇点。那么加拿大扩建以后的横山管道呢，就可以让重油从太平洋沿岸的直接送往亚洲。如果卡尼能够和中印签订长期政府间的能源保障协议，以人民币、加币或者某种双边结算机制来直接定价，而非锚定 WTI 呢，这等于在事实上就绕开了美国的定价体系。那么一桶油从阿尔伯塔经过这个横山管道到 BC 省装船，走太平洋到中国或者印度的炼油厂，全程不触碰美元定价的任何节点。那么这条路桥加直航的模式呢，就是瓦解石油美元定价权最有力的结构性武器之一。那么第2条路径呢，是中等强国的能源协调机制。中国拥有大概超过6个月以上的战略石油储备，加拿大呢是西方世界的第1产油大国，印度又是增长最快的这个需求方。那如果3方能够达成一种协调性的框架，比如说当国际油价被美国单方面政策推到了一个不合理的水平时候呢，中印会协调释放战略储备来平抑价格，同时加拿大以稳定的离岸价格呢优先供应这些伙伴。那么这种机制虽然不能够完全替代欧佩克或者是美国这个定价权呢，但是能在关键时刻呢提供一个定价的缓冲垫，让美国没有办法通过单方面操控油价呢去逼各国就范。第3条路径呢也是最狠的一条，就是能源换道的技术同盟。
防止定价权的这个霸权最彻底的办法呢，不是去争夺定价权，而是让石油本身变得可以不那么重要。就是说，你有资格去说我不玩了。加拿大拥有全世界领先的这个核反应堆技术和全球顶级的关键矿产储量不管是锂呀、镍呀、钴啊，还有油、稀土等等，这些呢是完全可以看作是新能源时代的新石油。这也就是为什么卡尼呢正在将加拿大的养老金呢作为一个战略武器去用了。在澳大利亚它促成了加拿大的养老金和澳洲养老金的联手，目标呢就只是全球关键矿产这个领域。他在3月5号的演讲中呢，就明确提到说，未来的定价权呢，不仅在于石油，更在于支撑能源转型的这些关键矿产。那么，通过让加拿大资本控制这些资源的开采和定价，再加上比方说中国有全球最强的电池制造能力和太阳能的产业链。如果这些国家可以深度耦合，那么加拿大就可以参与甚至主导在印度、在东盟等等这些新增的高增长市场的推广非石油能源的基础设施。那么这种绿色轴心一旦如果成型的话，也就是说在需求侧永久性的就会削弱美国控制下的中东石油的战略分量。或者说，卡尼是试图在后石油时代呢，加拿大能够占据上风，至少也可以以此作为与拥有石油定价权的美国进行利益交换的筹码。那么第4条路径呢，就是外交层面的反单边主义路线。加拿大是 G7 和北约成员，中国和印度是金砖核心。那么三方呢，在传统外交框架里几乎是没有什么共同语言的。但是在反对将能源出口武器化这一点上，他们就可以在联合国或者是在国际能源署的框架内呢，形成了一种罕见的共识。他们可以要求美国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公海的这个通行权，反对将石油供应作为政治制裁的工具。如果美国坚持通过能源控制来胁迫盟友和对手，中印加三方呢，就完全有可能在什么气候协议呀、贸易规则呀，或者数字货币结算领域等等这些地方呢，同步采取对美国施压的措施。当然，这不是什么反美联盟而是基于关于共同威胁认知的功能性的联合。当然，最大的现实障碍呢，咱们也必须指出，加拿大在安全和情报上仍然是深度依赖美国的。所以，卡尼政府如果表现出来明显的说离美亲华或者离美亲亚这些倾向呢，华盛顿的报复呢几乎是确定的。所以，以上这4条路径呢，都不可能以公开的对抗美国的名义去推进，它只能以各种技术合作呀、商业协议呀、气候承诺等等这些功能性的外衣去包裹，然后悄然去落地。但是呢，这恰恰也是卡尼最擅长的领域。我们回顾他过去这几个月的这个所作所为在达沃斯的这个意识形态宣示，北京的务实的这个签约和印度的能源对话，在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中这个表态，加上这个后续的微调，他每一步都是在矛盾当中穿针引线。他在意识形态上站在西方这一边，但是在经济利益上呢，他在处处给自己留出朝多个方向伸展的空间。所以呢，伊朗战争这件事呢，对加拿大的影响呢是综合的，是复杂的是多维的。它既不是简单的说我们躺赢了，可以高枕无忧的去数钱，但是也不是说脖子上这根夺命追魂锁就会置我们于死地。没错，绞索是真实的，7月的压力也是真实的，筹码的蒸发也是事实。但是恰恰因为美国的能源霸权扩张的同时呢，威胁到了产油国和买油国有多方。所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合作基础呢，也在同时浮现。我们这时候再去想卡尼那个在达沃斯提出的中等强国联盟的这个构想呢，其实也正在获得前所未有的现实紧迫性和可操作性。所以还是我们中国人那句古话危中有机，威胁和机遇从来都是在同一个裂缝里同时生长出来的。那么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加拿大的普通人呢，也就不要被眼前这个破百的油价和能源股的短期狂欢所迷惑，因为这场战争给加拿大带来的呢，不是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一道选择题。你的工作、投资、孩子的教育方向、养老规划，他们的底层逻辑呢，可能都与今天这些事情的深深相连。如果你还把全部筹码压在加拿大传统的这个石油赛道上，那么现在就是时候要重新审视一下了。可能关键矿产、核能技术、新能源产业链这些可能才是加拿大未来10年真正有溢价能力的方向。
伊朗战争重塑的不仅是中东的版图，它也在重新定义全球能源的权力结构。但是也正因如此呢，一个以反对能源单极霸权为底层逻辑的中等强国合作框架，也正在从理论走向现实。3月特朗普访华不只是两个大国之间的过招，它可能是这个新格局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力量校准。中国要如何回应美国对全球油价的新垄断？是否会加速与加拿大和印度在非石油能源领域的深度合作？那么值得每一个关注全球经济走向的人密切注意。战争没有结束，棋局也远未落定。那今天我做的呢，就是把已经落下的棋子呢指给各位看，把藏在炮火和油价背后的逻辑呢试图去理清楚。那至于接下来3月的中美对话会释放什么信号，7月的谈判桌上呢，卡尼守得住哪些个底线，中等强国的能源反制联盟能走多远，这些问题我都会持续追踪，会持续为您去拆解。我们不抢时效，只追求信息的密度和纵深。虽然是一家之言，也希望气象万千。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接着聊。